5年前，我和孟淑媛结婚的时候，他父亲重病瘫痪在床，弟弟才上高中，他刚刚考上研究生，家里没有一个劳动力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结婚后，我供他和弟弟读书，伺候他父亲直至离世，不敢有一丝不尽心。可当他终于摆脱泥潭，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，他却提出了离婚。他说我配不上他，请不要阻止他奔向他的幸福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岳父葬礼刚刚结束，孟淑媛就将离婚协议书摆在了我的面前。被我养了5年的小舅子孟明轩一脸不屑地开口：我知道这几年花了你不少的钱，不过那些钱等我毕业都会还给你的。我姐不喜欢你，你也配不上她，你还是识相点，赶紧离婚吧。我愣愣地看着那份离婚协议书，像是做梦一样。我抬头看着孟淑媛，还是有点不敢相信。你真的要和我离婚吗？是。孟淑媛更加不耐烦。这几年要不是我爸不同意，我早跟你离婚了。也不知道你给老爷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他非说你好。原来是这样，早就想离婚了，只是岳父不同意，所以今天刚刚办完岳父的葬礼，他就那么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离婚。一辆车停在我们身边，孟淑媛和孟明轩脸上都露出了笑。孟明轩甚至对着车上下来那人喊了一声姐夫，我的心再次被刺痛。原来这是已经有新的姐夫了，怪不得这么坚定的就不要我了。想想我这些年对这姐弟俩的付出，还真是一个笑话呀。感谢他们将真相告诉我，否则我还不知道要被骗多久。被孟明轩叫做姐夫的那人我认识，孟淑媛的同门师兄郑秋林，两人时常一起合作，一起吃饭。只是孟淑媛告诉我，他们2个人之间什么都没有，清清白白，让我不要随意怀疑。所以哪怕偶尔心里会有介意，可我也没有真的说些什么。可他们现在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，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。郑秋林毫不在意地在孟淑媛的脸上落下一个吻，丝毫不顾及一下。这是孟淑媛爸爸的葬礼，丝毫不顾及。我和孟淑媛还没有离婚，我还没死呢，早点把这些事情处理完，我等你。孟淑媛一脸娇羞，笑着应了。好。孟明轩看见郑秋林，则是更加激动。姐夫，那个论文你帮我看看呗。好。郑秋林笑着点头，看着孟明轩，对于郑秋林一脸崇拜。我才知道孟明轩平日看向我的眼神有多么不屑。毕竟无论是孟明轩、孟淑媛还是郑秋林，他们都是高知分子。孟明轩今年已经在着手准备考研了，目标院校就是孟淑媛的学校，孟淑媛的专业，而郑秋林就是孟明轩的偶像。可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就开始打工，满身铜锈味的半文盲，我拿什么和郑秋林比？对于郑秋林那样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，跟他说钱都是一种侮辱。等到郑秋林走后，孟淑媛再次将离婚协议递给了我，赶紧签吧，这样对谁都好。是啊，他已经决定不要我了，我再这样苦苦纠缠又有什么用呢？无非是让自己更加难堪了一些。可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我仍然还是想问一下，孟淑媛，难道你真的就没有爱过我吗？可这话却是彻底激怒了孟淑媛，她凶狠地看着我，你以为我愿意嫁给你吗？如果不是因为我爸逼我，我怎么会嫁给你？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多么有心机的男人？你追求我却不想着讨好我，而是去讨好我爸。你以为你仔细伺候他，照顾他，
再给我们家花点钱，就会让我爱上你吗？不会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的厌恶你。你就是用这样下贱的手段收买了我爸，让他逼着我一定要嫁给你。如果我不嫁给你，我就不能继续读书，我只能去打工。我不想放弃学业，所以我嫁给了你。你以为我们之间有爱情吗？怎么可能？都是你们逼的我。原来是因为这样。那时的孟家根本没有能力供孟书媛和孟明轩姐弟俩上学。孟明轩才刚上高中，根本不可能让他辍学，所以只能让孟书媛放弃学业。我以为我和孟书媛结婚是因为爱情，可其实在孟书媛的心里，这根本就是一场委屈，一场交易。她其实根本就不愿意嫁给我。可我们两家是邻居，我小时候孟书媛的爸爸对我也不错，他突然瘫痪在床，孟家姐弟俩都在上学，没人照顾，我就住在隔壁，顺手照顾一下。我并没有想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孟书媛嫁给我，只是有一天孟书媛的爸爸突然问我喜不喜欢孟书媛，想不想娶她。我是喜欢孟书媛的，我们其实也算是青梅竹马，两家一直是邻居。我和孟书媛自小一起长大，只是她学习好，我是学渣。她高中毕业以后去外地上大学，而我留在老家经营家里的超市。自从孟书媛上了大学以后，我们两个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。我早知道我配不上她，所以我根本就不敢奢望。可孟书媛的爸爸却告诉我，孟书媛是愿意嫁给我的，只看我愿不愿意娶她。我当然愿意，我怎么能不愿意？哪怕刚刚结完婚，孟书媛又去更远的地方读了研究生，我们两个人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面。每次都是我想她的时候去她的学校找她，可孟书媛嫌弃我丢人，从来不肯在她的朋友同学们面前说我是她老公。我想着孟书媛还在上学，被人知道她已经结婚了，对她也不好，所以每次都说是老家来的表哥。这几年我尽心尽力地伺候岳父，供养孟明轩和孟书媛姐弟俩，我自认为问心无愧。可孟书媛却从来没把我当成老公，她也不想要孩子，这我也能理解。毕竟她前2年一直在读书，这才刚刚毕业没2年，事业重要。可原来孟书媛早就做好了跟我离婚的打算吗？只是因为岳父不同意，所以才没有做到。现在岳父去世，也是到了离婚的时候了。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，手都在颤抖。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。我爸妈前2年先后离世，岳父是我唯一的长辈，我早就将他当成了亲爹一样伺候。可现在岳父刚刚离世，孟书媛姐弟俩就逼我离婚，甚至他们好像也没有为岳父的离世而伤心。或许孟书媛更开心的是她终于能够摆脱我了吧？人怎么可以这么无情？看着他们2个激动的模样，我甚至觉得这几年我可能对他们并不好。等我签了离婚协议书，孟家姐弟俩迫不及待地从家里搬了出去，好好的一个家，现在突然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，还真的是有些凄凉啊。小城市有点什么事就人尽皆知，我和孟书媛已经离婚的事情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。毕竟孟家姐弟俩走的时候可一点没想瞒着别人，而我们离婚的这事落在亲戚们的眼里，反而是早就应该这样了。毕竟我一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，哪里能配得上孟书媛那样的知识分子呢？街坊们都说孟书媛那是人中龙凤，我就是地上的癞蛤蟆。如果不是因为有孟父拖累，孟书媛什么样的男人都配得上，哪里需要嫁给我？原来这就是所有人共同的看法。
原来和我结婚这几年，竟然是这样委屈了孟淑媛。那些人都说孟府糊涂，瞎了眼，把女儿嫁给了我这样的人。他们说怪我心机太重，苦苦扒着孟府不放，反而吃到了孟淑媛这样好的天鹅。我不明白，我结了一场婚，付出了真心，也花了钱，可最后怎么就落得一身是错呢？催债的电话这时打到了我的手机上，那是1个月以前，我借钱给孟明轩买了一套婚房。他说他马上就大学毕业了，在大学里面谈了一个女朋友，人家是大城市的，看不上我们这种小地方，想结婚就得有房子。孟淑媛说那是他唯一的弟弟，是他们孟家的希望，总不能不让他结婚，那他们孟家岂不是就断了香火？而身为姐夫，身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，我自然得拿出点实力来。可我家不过只有一个小超市，哪有那么多钱？这些年早已经花了个七七八八，我现在手里还真没有什么积蓄。可无论是孟明轩、孟淑媛还是孟父，看着他们期待的眼神，我都没有办法说出个不来。无奈之下，我一咬牙问人借了20万，又拿出了手里所有的积蓄，凑了40万给孟明轩，让他买了房子。而到现在也不过才过去了1个月而已。可看着孟淑媛、孟明轩和郑秋林那样子，想来是早就勾搭上了。可他们却在那个时候还能够舔着一张脸问我要钱，还真的是不要脸啊！对孟淑媛的爱意好像突然之间就消失了。她可以不爱我，也可以不嫁给我，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，这样践踏我的真心？嫁给了我之后，却和别人纠缠在一起，一边看不起我，一边又花着我的钱，享受着我对她的好。从孟府瘫痪在床以后，他们姐弟俩没有尽过一天孝心。端屎端尿是我，穿衣喂饭是我，花钱跑前跑后的也是我。我尽心尽力，几乎付出了我能给的一切，到最后却落得满身骂名。好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我错了，是我自己不自量力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为此也付出了代价，也遭了报应。我已经知道错了，可欠我的钱总要还吧。掏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就算了，现在还欠了外债，这个钱总是要回来的。我拨通了孟淑媛的电话，可听到了我的来意，孟淑媛却是笑了，她此刻的样子格外的不要脸。张恒，那钱不是你心甘情愿给的吗？不是你送给我弟弟的吗？怎么现在还能要回去呢？我没有想到孟淑媛能用这样理所当然的态度来对待我，我突然被气笑了。那钱是我心甘情愿给的不假，可当时他们一个是我老婆，一个是我老婆的弟弟，我给了也就给了，毕竟这些年前后给出的也有小100万了。只要是一家人，我可以不在意这些，可我们现在还是一家人吗？都不是一家人了，他怎么还能这么理所当然？孟淑媛，你要点脸，当时是什么情况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你心里清楚。你那时就已经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怎么还有脸和你弟来问我要钱的呢？事到如今已经撕破了脸，我也不再客气。爱不爱的又怎么样？人没了爱可以活下去，可我要是身无分文，还背着20万的外债，那我可就活不下去了。可文化人有文化人的说法，孟淑媛毫不在意我的威胁。你当初给我弟给钱，那属于自愿赠与，你现在凭什么要回去？再说了，你有借条吗？只要那不是借的，我们凭什么要还？孟淑媛的态度实在太不要脸了，可我还真的就拿不出借条来。那时候是一家人，身为姐夫，我怎么可能让小舅子给我写欠条呢？甚至他们也没有问我借钱，只是告诉我他需要钱，
而我就自发地将这份责任担子背到了我的身上。在孟书媛一句又一句"那是我弟弟，你总不会不管他爸"的话里，主动地拿了钱，说来说去也不过是我活该。而电话那头的孟书媛则更加刻薄，给钱的时候你心甘情愿，现在想要回去哪有那么容易？又不是我们逼着你给钱的，既然给了，就不要想着再要回去，丢人现眼。况且你除了有点钱还有什么？那钱你既然能拿出来，也就不缺吧？还是说你想借着要钱的名义继续和我纠缠？张恒，我劝你还是要点脸，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做，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。刚刚和我离婚就有了男朋友，孟书媛，你还真棒。我忍不可忍挂了电话。孟书媛说的话那么可恨，她那样子那么可憎，我当时到底是怎么会喜欢上那样的人呢？本来我手里还有一点积蓄，至少按照当时借钱时所说的，每月还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。毕竟打肿脸充胖子这样的事情我也不会干，当时能拿出那些钱就是手头还过得去，所以我才拿的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本来还在高兴儿子马上要娶媳妇了的孟父，突然一下子病重， ICU 里住了几天，将我手里所有能花的钱花了个干净。可这也还是没有救得了他的命。孟父去世，举办葬礼又是一笔花销，把这些钱花完，我终于身无分文，成了个穷光蛋。孟书媛又在这个时候和我离婚，百般打击之下，我才想到了问他们姐弟俩要钱，可钱没有要到，我又是被一番羞辱，我还真的是一个怨种。忍无可忍之下，我找了律师，可律师却告诉我，这种情况除非我能想办法证明那钱的确是他们借我的，否则我是没有办法要回来的。毕竟一开始我主动掏钱，给出去的钱泼出去的水，哪有这么容易要回来？想到这些，我忍不住绝望。算了，要不回来就要不回来吧，全当我花钱买个教训，以后就知道了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可以做。我属实是没有想到孟书媛和孟明轩这姐弟俩可以这么恶心，可以这么过分。他们对我从头到尾都是算计和欺骗，从来没把我当个人，从来没把我当回事。想我人生的这20几年来，除了在他们姐弟俩身上栽过这么大的跟头，也没吃什么亏。自诩英明神武，也不过就是一个笑话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又去找了朋友借钱，拆东墙补西墙，勉强算是渡过难关。只要超市还能好好经营着，钱嘛，早晚是还得清的。毕竟我前些年最大的花销就是孟家一家人，现在没了他们做拖油瓶，我的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可我没有想到孟书媛会再次回来找我，她怒气冲冲，站在我家门口，像是我欠了她一样。我不知道她哪还有脸来找我，我甚至根本不想搭理她。可孟书媛却凶狠地看着我，我怀孕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瞟了一眼她的肚子，一脑门问号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邻居恰好出来听到了这话，用怪异的眼神打量着我和孟书媛。可我这话说的却是丝毫不亏心，我和孟书媛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在一起了，她就算是怀孕了，又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除非她有本事，一个孩子怀6个月，肚子还是平的。很明显，这不是我的孩子。那孟书媛干嘛又要跑回来找我？孟书媛当然也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。听到我的话，她的脸色更加难看。郑秋林以为这个孩子是你的，哈哈哈！听到这话，我再也忍不住狂笑，跟一个神经病一样。是啊，我和孟书媛刚刚离婚，
在旁人的眼里，这个孩子当然是我的，只有我和孟淑媛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。可我倒是没有想到，孩子的亲生父亲居然也认为这个孩子是我的。孟淑咬唇，似乎有些话很难以启齿。我和他只有1、2次，他不相信这个孩子是他的，他觉得这个孩子是你的。所以呢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？难不成你想让我认了这个孩子，继续做一个冤种，喜当爹吗？我满心嘲讽。孟淑媛还真的是不要脸的别具一格，怎么什么话都能说出来，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呢？我想着，我要是他，肯定已经羞愧的没有脸来见我。他倒是好，花活一出又一出，好笑的别具一格。我当年怎么就瞎了眼，爱上了这么一个女人，为她死心塌地，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？怎么可能？孟淑媛瞪了我一眼，可能在她心里，我连给她孩子当爹的资格都没有吧？喜当爹，我配吗？好吧，我不配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话就说，没话就滚。我对着孟淑媛再也忍无可忍。我之前对着这个女人有那么多的耐心，我将她看得那么重要，可现在事实却告诉我，我就是一个笑话。那我现在不想当这个笑话了，行不行？我不想去给人当舔狗，我不想当怨种。我现在自己还官司一摊子呢，我还有欠账要还，我可没有时间跟他浪费。我想你去跟郑秋林说一下，告诉他这个孩子是他的。我没有想到孟淑媛会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，要我去跟郑秋林证明。可是凭什么呢？我凭什么要帮你？不要脸的事情做得多了，不要脸的话说得多了，脸皮也就厚起来了。孟淑媛说出了这话，后面的话再无不好意思。你去告诉他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了，这孩子不可能是你的，那就一定是他的。我凭什么要帮你？我冲着孟淑媛笑得嘲讽，这不都是你们之间的事情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也知道这个孩子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们2个已经离婚了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我看着孟淑媛只是好笑，孟淑媛却委屈起来了。她不承认这个孩子是她的，也不愿意跟我结婚。我总不能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吧？孟淑媛怒气冲冲，一副你要是不帮我，就是你的错的样子。可她这样看得我更加想笑。你说了这么多，这不都是你要面临的麻烦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孟淑媛，你要知道，你坑了我多少？因为你，我现在还欠着别人钱呢。你凭什么觉得只要你开口，我就会帮你？你想我帮你也没有问题，我可以拿着个大喇叭告诉所有人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，我已经很久没碰你了，你不可能凭空怀孕，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，你想让谁知道，我就帮你让谁知道。可我凭什么帮你？我凭什么把自己搞得像个笑话一样？孟淑媛终于无话可说，我却笑了笑。不过吧，我这人一向不要脸，冤种做得多了，我也习惯了。想让我帮你，可以还钱。那钱明轩已经买房子了，我们没钱。孟淑媛一脸为难，又是那副惯用姿态。房子买了还可以卖，或者可以抵押去贷款。我耐心地看着孟淑媛，你们文化人不会连这也不知道吧？还钱，以前的账我不跟你算了。可是你也知道，你问我要钱给你弟买房的时候，你已经和郑秋林在一起了。我再次瞟了一眼他的肚子，甚至那个时候你连他的孩子都怀上了。我实在是不应该再给你和你弟花钱，所以这笔钱你必须得还给我，否则你就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你肚子里的这个爱找谁找谁，不要来找我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进门关上了房门，还真的是恶心啊，什么事情都有。一想到那个时候孟淑媛已经怀上了郑秋林的孩子，
他们两个郎情妾意，爱得不得了。可转头，孟淑媛却带着孟明轩来问我要钱。孟明轩明明已经在叫另外一个男人姐夫了，却还是在喊着姐夫问我要钱。那一句句姐夫叫的可真的是毫不脸红。明明只有一个姐，却有两个姐夫，问这个姐夫要钱，问另外一个姐夫求帮忙学术上的问题。他们姐弟俩还真的是可笑至极，真不愧是一家人。孟淑媛到底是没有还钱，吃进去的肉哪有吐出来的道理呢？孟家一穷二白，除了从我手里骗过去的钱，他们姐弟两个再无积蓄，这我是知道的。只是我没有想到郑秋林会找上门来。他怒气冲冲：淑媛肚子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你希望我说是还是不是？我看着郑秋林恶心至极，还文化人呢，去给一个有夫之妇当小三，他还骄傲上了。他们都是哪来的脸？一次又一次地堵在我家门前，一次又一次地质问我的呢？我又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才摊上了这么一群恶心的东西？可看来，无论是孟淑媛还是郑秋林，都很在意那个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的问题。想到这里，我冲着郑秋林笑了笑：如果你希望那个孩子是你的，那就是你的；如果你希望那个孩子是我的，那就是我的。总之，你可以等那个孩子出生，做个亲子鉴定，就知道是谁的了呗。郑秋林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，转身要走，我却是冲着他再次开口：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为什么和孟淑媛在一起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这姐弟俩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你可小心点。我不知道郑秋林有没有将我的劝告听进去，我这只不过是一个前辈对于后辈的劝告，希望他不要做一个像我那样的怨种。我不知道孟淑媛和郑秋林是怎么说这个孩子的问题，只是很快两个人就领了结婚证，没有办婚礼，很草率的结婚了。想来是为了孟淑媛肚子里的孩子吧。远离了孟家姐弟俩之后的时间，好像是突然过得快起来了。我每日玩命一样的挣钱，去给人还债，到最后自己还是穷得叮当响，连肉也舍不得吃。而那边的孟明轩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，以后也是文化人研究生了。而孟淑媛的孩子也顺利出生了。要不怎么说呢？好人有时候也没好报，坏人也不一定会遭报应。孟家姐弟把我坑成这样，我到现在债也没还完，可他们全都过上了好日子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郑秋林再一次恶狠狠地找上了我，他的手里拿着一张亲子鉴定报告，孟淑媛的孩子居然不是他的。郑秋林看见我一拳就对了过来，我闪身躲开：你干什么？可当看到那张亲子鉴定报告时，我却明白了，郑秋林凶狠得不得了。那个孩子是你的？怎么可能？我冲着郑秋林笑得很是开怀。我们离婚之前，我有半年的时间就没碰过他了，怎么可能是我的？可这也不是我的，那是谁的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应该去问孟淑媛才是。事情到这里似乎更加好玩了。没有想到孟淑媛除了我和郑秋林之外，居然还有别的男人。可能他也以为那个孩子是郑秋林的吧，所以才会和郑秋林结婚。可没有想到孩子不是郑秋林的。当孩子出生时，一切都再也藏不住。可我的话，郑秋林显然是不相信的。在他的眼里，孟淑媛就只有我们两个男人。见他这样，我很是大度的从头上拔了几根头发。诺，你拿去做亲子鉴定吧。我敢打赌，孟淑媛的孩子一定不是我的。那要是我的，我就从20楼跳下去，一死了之。郑秋林明显不愿意相信我的话，可是事已至此，
他信也得信，不信也得信。他几乎是半信半疑地拿走了头发。不过我很笃定，很快他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。过了几天，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，郑秋林再次找到了我。那个孩子不是你的，当然不可能是我的。我笑笑，做没做我心里还是有数的。那到底是谁的？短短几天时间，郑秋林憔悴了一圈，想来整个人的三观都受到了重创。我说了这个问题，你得去问孟书媛。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冲着郑秋林笑了笑，毕竟之前你是那个胜利者，你可是眼睁睁地看着孟书媛都从我手里骗走了多少东西。你觉得我有可能知道他的另外一个男人是谁吗？我是一个蠢货，最大的蠢货。现在看来，郑秋林也比我聪明不到哪里去。我拍了拍他的肩，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，现在你是她老公，被戴了绿帽子的人也是你，捉奸这样的事情是你应该干的，加油！告别了郑秋林，我又想起了孟明轩之前乐呵呵的喊姐夫的样子。看来被孟明轩喊了姐夫的男人都是怨种，实打实的怨种。我是，郑秋林也是。我也是前些日子才知道，孟书媛为什么会和郑秋林在一起，无非是在做一个学术妲己罢了。因为孟书媛的科研能力并不是很强，导师布置的任务并不能完成，所以需要同门师兄郑秋林的帮助。孟明轩更是了不起，本科毕业论文都是在郑秋林的帮助下完成的。如果说孟家姐弟俩从我这里骗走的是钱，从郑秋林那里得到的就是学术上的帮助，他们还真的是能算计。而到现在我好奇的则是，孟书媛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？孟书媛又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？不过我毕竟已经是前夫了，郑秋林比我更想知道这个问题，而事情只要做了，总会留下痕迹。在郑秋林的调查下，他终于知道了那人是谁。说来可笑，那居然是孟书媛公司的领导。孟书媛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一家大厂，工作顺风顺水，之后跟我提出了离婚。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他其实已经和他的领导搞在一起了，同时还和郑秋林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。只是因为那位领导已经结婚了，所以在和我离婚之后，孟书媛果断地选择了郑秋林接盘。可接盘侠也是有脾气的，老好人这下怒了。郑秋林毫不客气地将孟书媛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，孟书媛的同事、同学、身边的所有人，所有他在意的人都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事情。而孟明轩叫姐夫的时候，亲热得不得了，仿佛郑秋林就是他的偶像。而当郑秋林和孟书媛闹翻以后，孟明轩则是拳拳报答姐夫，好一个不留情。可就算他孟明轩的拳头再硬，错了就是错了。郑秋林起诉离婚，法院自然支持。和当时对我不一样，孟书媛拼了命的想要和我离婚，仿佛多和我维持一天的夫妻关系就会恶心到他一样。可对郑秋林不一样，孟书媛不愿意和郑秋林离婚，毕竟郑秋林有学历、有本事、有好工作，挣的也多，是一个很好的接盘侠人选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孩子的亲生父亲不可能为了他而离婚。可郑秋林比我坚定，他决定了要离婚，那就得离婚。孟书媛就算是说破天、哭破嗓子也没有办法。孟书媛终于是遭了报应，带着还不到2个月的孩子被赶了出去。无家可归的他想到了他的亲弟弟，毕竟当时还没离婚的时候，他们可是从我那里坑走了几十万买了房子呢。可当孟书媛抱着孩子想去求他弟弟收留时，孟明轩却以他女朋友不喜欢小孩为由，
又将他赶了出去。是啊，毕竟能从这个姐姐身上得到的好处，孟明轩已经得到了，房子有了，老婆有了，学历也有了，要他还有什么用呢？而狼狈的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的孟书媛，在经历了多番拒绝以后，居然又想到了我。他抱着孩子楚楚可怜地出现在了我家门口。而这段时间，我虽然从多方知道了他的惨状，却还没有见过他。事实上，孟书媛比我想象的可是狼狈了不少，脸上还有几个巴掌印，被孩子折磨的他更加憔悴。他一见我就哭了出来。张恒，停，打住！我冲着孟书媛笑得很是温柔。我说过，你想来找我就得先把钱还给我。你想好了吗？事实上，孟书媛这一次还真的是想好了。毕竟她和孟明轩姐弟俩已经反目成仇，那笔钱最后是被孟明轩拿到了，又不是他拿到了，他没有得到好处，凭什么？孟书媛居然拿到了和孟明轩的录音，足以证明那笔钱当时是从我这里拿走的。孟明轩到底是太嫩了，被他姐三两下一忽悠，就将什么话都说了。而有了证据，我就可以起诉，让孟明轩还钱。不得不说，孟书媛还真的是够狠的。也对，像他们这种自私的人，不在乎父亲，不在乎兄弟姐妹，也不在乎丈夫爱人，只在乎自己，利益为上。所有人都可以被当作垫脚石，踩来踩去，就像是从前的我以及现在的郑秋林一样。可同样，我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这些年被孟家姐弟俩坑了太多了，我怎么可能会在现在还收留孟书媛？拿到了证据，我忙着起诉让孟明轩还钱的事情。至于孟书媛，我给了他500块钱，让他先去找个地方住下，就当我谢谢他帮我拿到证据。而之后我根本不会再管他。我供他读了那么多年书，他现在有学历有本事，怎么可能需要靠我养着？只不过他习惯了靠别人，拿一个又一个的男人当作垫脚石，这不小心一下子玩脱了。舔狗不愿意继续给他做舔狗了，怨种也不愿意继续做怨种了，接盘侠也不愿意接了。而他孩子的亲生父亲因为和他的事情也没了工作，现在正在家里和老婆闹离婚，根本没时间管他。倒霉了那么久，我也算是收回来了一点利息。孟明轩再不情愿，最终还是骂骂咧咧卖了房子还了我的钱。听说他女朋友也在跟他闹分手，很好，这才是一切最应该的样子。毕竟如果当时不是我去当了那个院种，他们姐弟俩哪还能继续念书呢？可能是因为我从前做院种做的实在是太棒了，孟书媛似乎赖上了我，每天带着孩子跑来堵我，甚至恬不知耻地告诉街坊邻们，他的孩子其实是我的，当初还没和我离婚就已经有了孩子。事实上的确还没跟我离婚，他就有了孩子，可孩子不是我的呀。我索性拿出了之前和孟书媛对话时的录音，拿着个大喇叭到处给人听。孟书媛那时跑来让我去告诉郑秋林孩子是他的，却不想被我录了音。孟书媛彻底没脸在这一片待下去，抱着孩子很是狼狈地离开。听说之后，他又去赖上了他的那位领导，毕竟孩子是他的呀。可那位领导自顾不暇，对于这个祸害更是恶心的不得了，找人将他打了一顿，然后抢走了孩子。之后的一切不过又是狗咬狗了。可这和我无关，收回了钱，还了债，手头有点积蓄，我继续安安稳稳地过着我自己的日子。以前与孟书媛有关的那一切，我都不想再想起。每每想起，总会觉得恶心。
我这前半生的霉运累积在一起，才让我遇见了孟书媛。现在我终于摆脱了这一切，真好。而孟书媛和孟明轩姐弟俩，他们的报应还在后面呢。郑秋林举报孟明轩学术不端，论文由他人代写，孟明轩的本科学位证被撤销，研究生学校也将他开除。他们终于回到了原本的轨道上，真好啊！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